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又到了每周的 SCP 时光。有粉丝私信我说想看 SCP-1003 绦虫婴儿，这个怪物长得真的是丑陋，感觉和096的关系就是 SCP 界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了。基金会现在拥有10个 SCP-1003-2 的样本，所有的样本必须被收容在戒备森严的高度警戒室中。该研究区的所有人员都要定期接受检测，是否会遭受 SCP-1003 的感染迹象。SCP-1003 这个项目的等级为 Keter 级的，长相是真的有点重口味，属于细思极恐系列。SCP-1003-1 是一种成年棘球蚣种类的绦虫，已知会造成棘球蚣病。与其他同类一样 ，SCP-1003-1 寄生在肉食动物的小肠中，通常是犬科动物，而且寄生能够将卵传到排泄物里，卵可以在外面的环境中生存长达好几年，并且可以通过受到污染的食物成功进入受试者的肠道，相当于中间宿主。它们会发育成幼虫，然后深入宿主的组织中。从此之后 ，SCP-1003 开始显现出异常情况，幼虫转变为类似于人类胎盘的生物，将其样本称作为 SCP-1003-2。然而，绝大多数样本在发育之前就会死亡，存活的那些通常是那些嵌入在营养丰富的组织内，如肝脏组织等。随着它们的发育，它们从周围组织吸收营养，从而给人类宿主带来麻烦。当然，关于人类是否是唯一的宿主，基金会也在继续进行研究。他们将 SCP-1003 和棘球蚣常见的中间宿主，比如牛、羊进行测试，结果发现到其异常情况只会表现在以人类为宿主的时候，其他情况下它的生命周期是正常的，并且会导致宿主患有棘球蚣病，没有别的异常情况发生了。SCP-1003-2 的发育主要遵循人类的正常发育模式，起初它的大小与一个8周大的胚胎相似，但发育速度极快。等它发育到8周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和3周大的新生婴儿一样成熟了。一旦到达这个阶段，它将会用锋利的牙齿从内部开始拼命地吞噬并消耗掉中间宿主。因为摄取宿主 ，SCP-1003-2 的成长速度也进一步加快。等它将宿主完全吞噬掉后，它将成为人类儿童。儿童的身体年龄通常在10个月到11岁之间不等，具体摄取于中间宿主的体重。在某些极端的例子当中，比如说中间宿主过于肥胖，它竟然可以长到13到15岁。一旦 SCP-1003-2 变成儿童，它将会失去锋利的牙齿，食人倾向也会随之消失，就连有关寄生虫时期的记忆也不复存在了。简而言之，和普通人类儿童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即使他不会刻意学习，他也已经拥有了这个年龄孩子该有的学习技能，比如语言。SCP-1003-2 个体通常会被带入孤儿院中，有时候会被养父母收养。它在此阶段的唯一特殊的地方，也就是它的 DNA 与棘球蚣的 DNA 相同，它们的汗液和唾液中含有绦虫源头节。如果源头节感染到的是肉食动物，它们将会长成 SCP-1003-1，从而继续循环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人类本质真的就是虫子吗？既然 SCP-1003-2 这个个体已经不记得寄生虫时期的事情了，那么重点来了，它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是普通人类，在心理上也认为自己是个正常人类。要排查只能去查 DNA， 而且他们在人类的身份下生活了这么久，如果某天突然得知自己不仅不是人类，而且是寄生虫发育而成的，甚至自己的出生会必然导致中间宿主一个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，我想换了谁知道的事情都会崩溃吧。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寄生虫时期记忆的原因了。我们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们被发现真实身份，要处决他们的话，也必须进行人道处决吧？非人道处决肯定是行不通的，毕竟他们也是当了这么久的人类，没准在看这个视频的你们也是被感染成为的，哈哈，开玩笑的。如果真的得知自己是绦虫儿童，那我还是劝你们赶紧去 SCP 基金会自首吧，说不定还能有一个好点的收容条件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看别的 SCP 项目，都可以给我留言，继续给大家安排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